好，我们接着回来看第5章幼儿的发展。婴幼儿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连贯的2个年龄阶段，它是进一步的高峰的发展。那到生理的尤其是大脑的，那么这一块是游戏了，就不再是动作了，因为动作已经发展成熟，这一块开始玩游戏了。它游戏里边这一块难在这个游戏理论不是说不好理解，主要是难在它的理论比较多。那待会儿我会给大家用一些简化的方式来学习。那言语的发展进一步的这一块是口语表达的一个关键时期。那认知的发展，这是前运算阶段，主要是具体形象性。那个性社会性的发展这一块就有比较重要的内容，有道德的发展，皮亚杰道德3阶段在这一块非常重要。那么社会性的一些行为，比如说利他呀、侵犯呀，还有下面的性别角色、社会化这一块，都是一些有理论的地方这些理论并不是说特别重要，但又不是说不重要，所以说是一个中等层次的就比如说利他侵犯比较多，还有性别社会化这一块，我们后面展开的来看。好，继续生理的，我前面就说了，你把婴幼儿的生理的结合在一块儿去学习，那么知识点就不会那么凌乱了。首先，脑中脑围它继续增加，还记得这个图吗？对吧？我们婴儿期就已经看到的，是到3岁的时候，它已经接近了成人的范围。那么6、7岁呢，达到了已经接近了成人的它这个值。那最后到12、3岁的时候，青春期的时候，那已经和成人一样了所以说要知道这几个节点。那皮层结构皮层结构我们说突触它进一步的这个神经元的突触结构进一步的复杂化那接着往下那个髓鞘化完成，标志着你的脑细胞、你的神经元的成熟。那么5岁的时候单侧化完成，就开始了有质的差别了，对不对？那脑发展有2个明显加速时期，这个我们在这一章讲，在脑电这一块讲那进一步的脑机能的脑电波的发展，我们说脑电波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你的大脑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是同步节律阿尔法波。那这个阿尔法波和那个沉睡的西塔波在不断的做斗争。它这个脑区的成熟是有一个顺序的大家看到这个非常色彩丰富的大脑，你要知道它是从枕叶这一块，枕叶、颞叶、顶叶、额叶这个顺序往上这个发展的，你想不起来，你就自己摸着自己的脑袋从后往前摸一遍，那不就来了吗？好，那接着有2个发展的加速期，所以它不是一个平衡的，它是有加速发展的。有2个加速期，5、6岁就是幼儿的最后1年，那么表现在枕叶的阿尔法波和西塔波的斗争非常激烈，并且阿尔法波获得了在枕叶这一块的这个胜利这个是5、6岁的加速发展，主要是先从这块枕叶，然后13到14岁大概初1、初2的年龄，这一块表现为除额叶外，其他的所有的这个战区，所有的打仗的地方都表现为阿尔法战胜了西塔波，变成了这个优势的波。那为什么要除额叶？额叶为什么就这么例外呢？因为额叶是我们大脑的最高级的，对吧？卢利亚的3个机能系统，额叶是干嘛的？行为控制，它是监控你整个行为的。所以一直到了青春期就是到了上高中，那么额叶才慢慢成熟起来。这就是它为什么要除额叶之外你大概了解一下，因为312的简答题那个单选题里边就曾经出过，就是哪个波和哪个波的斗争。阿尔法波是代表了以同步节律，阿尔法波代表你脑成熟，对吧？然后呢，这个时候西塔波说明你还在沉睡，所以这2个波在打仗。好，那接着再往下看那个功能还表现在抑制功能的发展上。皮层抑制功能的发展有一句我已经标黄了，你要记住，是大脑皮质机能的重要标志。又来了一个重要标志，这一块你可以做总结。脑细胞成熟的标志，脑成熟的标志和大脑皮质机能的发展的标志，是不是？这3个标志你自己做总结。然后从4岁起就说明你开始有抑制功能了。4岁之前太幼稚了基本上全都是兴奋，就是那个兴奋也是非常弥散的。就比如说点小 baby 的身体上的一个部位，它全身跟着乱动，对吧？它的这个兴奋是非常弥散的、不精确的就是因为完全没有抑制功能。那么4岁起你就不用管啥是内抑制，它是这个
我们的这个抑制机能的在神经上的一种作用啊，一种微观的作用，你就记抑制功能开始蓬勃发展起来。But 与此同时，兴奋性也没有闲着。你抑制功能强了，我兴奋也强哈，也强。所以说这个时候依然表现的兴奋是大于抑制的啊。那这个时候，所以说幼儿时期的熊孩子嘛，他就是各方面都发展的非常好了，那个主动的去各种操作各种游戏去，然后完成自己的各种的探索的目标。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睡眠特别少，整天在家拆家，让你很头疼。还是兴奋是大于抑制的。OK， 那这个时候大脑单侧化。哎，这个时候大脑单侧化，我们说在5岁的时候已经完成了，已经给你封闭上了，你就没有那个免死金牌了，你一侧脑区受损，那么就不会代偿到另外一侧脑区去了。那么它的单侧化发展也是不平衡的。我们先发展哪个？左半球，我们一般都是左半球是比较优势的，所以我们都是用哪个力手啊？是右力手的，对吧？右力手我们开发的是左半球嘛，对吧？是一个交叉的。那左半球我们发展的比较早啊，在这个幼儿期已经开始成熟了。那么这个右半球呢，要到小学的时候才慢慢发展。哎，所以说先左后右。好，那接着我们看到游戏了。那婴儿的动作啊，能跑会跳了，对吧？也不用让大人扶着了，自己能跑会跳了。那么这个时候他就开始玩游戏了。游戏这一块呢，麻烦不麻烦在你的理解上，理解倒是好理解，主要是多。早期的7个，现代的3个，对吧？还有一些其他的4个啊，同学学到这块就比较崩溃。但是这一块又比较爱考一些选择题，尤其是早期的。那我们怎么学啊？你大概先理解一遍，对吧？我们先看着它的名字，就是以及它提出的游戏的理论的名称。你从理论的名称你就知道啊，你不用背后面的东西，你就自己能够知道它到底对游戏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就 OK 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可以做一个连线，一个选择的连线就可以了。好，我们挨个的先来看一下啊。霍尔复演说，他带着他的复演说又来了，是不是？他认为呢，那儿童是复原的我们人类发展的进程，那么游戏就能表现出来，对吧？他复演的是远古时代人类祖先的生活特征，就比如说抓捕游戏、狩猎游戏，对吧？你逃我追，我抓到你，那原始部落里头被抓到就杀掉了，是不是？或者一些狩猎游戏，这就是来复原远古祖先的啊，在游戏里头可以看到，感觉也很有道理。那个席勒精力过剩说，就是熊孩子啊，身体里有发泄不完的这个精力，那怎么办？就在游戏中使劲发泄啊，这一点也是感觉是很有道理的。就比如说我经常。哎，白天那个下班回到家哈，我的小贝是很 happy， 我终于可以回家陪他玩了，各种缠着我。但是我经常晚上还要备课嘛，你像我今天来录课，昨天就是干到12点。那他爸爸就比较这个心疼我嘛，然后那个晚上要备课，那就出去遛小贝士，把小贝士遛上2个小时，充分发泄身体过剩的精力啊，或者找一个游乐场一玩2小时，让他又泡又跳啊，发泄完了之后回到家乖乖的一会儿就睡着了，对不对啊？在游戏中发泄你过剩的精力。好，那彪乐机能快乐说就很简单呀，游戏你不要想的那么复杂，我就是找乐子。小朋友玩游戏的时候是最 happy 的，是吧？那兴奋的嚎嚎的叫，对吧？这就是开心，就是快乐。那格罗斯他就想的很多，他说你这个游戏是有具体的功能的，什么功能？为未来的生活所必备的技能做排演、做排练。对吧？怎么理解它呢？它是本能的练习啊！我本能引导着我就去做一些，比如说过家家，未来的家庭做准备。我玩那个职业发展游戏，比如说我医生给你打针，我警察抓小偷，这都是我为未来的职业做练习呢。你看他这个玩游戏都是一些很高大上的。那拉扎勒斯娱乐放松说，他跟这个机能快乐比较相似，对不对啊？比较相似，就是为了娱乐啊，但是它有一个更多的功能，就是放松，并且他反对席勒的精神过剩，说我玩游戏，你不要误会，我是个熊孩子，有身体中有过多的精力，我是因为什么？我是因为压力太大了，我越长大，这个社会对我的要求越多，我小孩子我也是有压力的，那怎么办？我在游戏中去做放松啊！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比如说你这一天辛苦学习了一天，或者一个社畜在公司啊加班了一天，
福报嘛，996哈，很辛苦的回家了。那回到家他并不是睡觉，而是要干嘛呀？啊，这个回到家。身体一定要让自己要玩起来，对吧？我吃一盘鸡啊，我要刷手机，然后搞到凌晨晚上就不睡觉，就感觉你虽然一天很累，但回去了必须用这种方法才能够放松啊，必须打个游戏、刷个手机才能放松，对吧？这就是拉扎勒斯的娱乐放松说。那博伊千杰克成熟说。他又反对是格罗斯，就是不是因为本能，对不对？而是我成熟的表现，并不是低级的本能，而是更高级的我发展成熟的表现。怎么发展成熟？就是发展个体主动性。又和埃里克森联系起来。埃里克森在这个学前期干嘛？游戏啊，对吧？我发展主动性，完成实现目标的品质，就是发展个体主动性。那适应环境，重复练习，那重复练习一些动作技能和一些人际交往的技能，来适应这个更复杂的环境，对不对？你看，感觉是什么？是我这个孩子长得成熟了，我才学会玩游戏了。帕特里克能量匮乏说啊，能量匮乏说它和这个娱乐放松说也比较相似，就是因为啊我很累，我已经身体被掏空了，所以游戏有一种疗愈。我玩游戏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满血复活了，可以补充能量，对不对？你看这里边有相似的，但是他们相似而和而又不同啊，每个人强调的还是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不用去纠结一字一句的背下它，你主要了解它主要的强调的关键词就可以了，就记住它的 title。我们有一个快速的记忆方法，我先把口诀告诉你。我们这一块不用学习过多，不用放过多的精力，能做选择题连线就行了。祸福习胜标快乐，祸福嘛，霍尔美国的心理学之父哈，习胜习乐精力过剩，标乐机能快乐。那一个人飙起来那是很快乐的，是吧？2B 青年欢乐多嘛一飙就很快乐。拉扎娱乐啊，这我们知道那个娜扎是娱乐圈的，拉扎娱乐格生活，生活要有格调，怕补能量博成熟。你多念几遍，多念几遍，让他自己能够熟悉起来，能够再认就可以了。祸福习胜标快乐，拉扎娱乐格生活，怕补能量博成熟，对吧？念到这个水平上就可以了，就别的就不用再学了。好啊，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想聪明的方法，对抗一些知识比较多的这种点，不要去死记硬背它。或者你自己有什么口诀，你也可以分享给我按自己的口诀来记。好，那么剩下的当代的三个那个游戏理论，我建议同学们还是要去把它当做一个比较重要的理论去记一下，因为我们幼儿期主要的活动它就是游戏了，游戏用那么多理论，那这个里边我们当代的还是有影响力的，所以说建议同学们要去做一些大题的准备啊。那精分很明显又是这个2个大咖，弗洛伊德、埃里克森。弗洛伊德游戏里边也有潜意识的成分，他又带着他的潜意识来了，是弥补现实生活中不能满足的愿望和克服创伤性事件的手段。什么愿望不能满足啊？什么愿望不能满足？很明显是他的恋父恋母情节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在玩过家家游戏投射到小伙伴身上，那克服创伤性事件，这其实他们的精分的对游戏的理论是整个游戏治疗理论。我们当前有很多的游戏治疗方法，比如说沙盘或者叫做箱庭，它就是以此为理论基础的。我们小孩子在玩游戏里边就不自觉的把一些创伤性事件给宣泄出来给弥补了。就比如举个简单的例子像沙盘实验一个小朋友他从很小就是跟他非常亲密的奶奶去世了。我们成人的世界经常觉得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就是那就隐瞒他，不跟他说，就说奶奶回老家了。其实小孩子什么都懂，他只是不会表达罢了。那么他在沙盘游戏里头很明确地表现出来这个事件他把一个老奶奶的形象放在这个沙盘中间，然后后面摆的什么菩萨呀、观世音菩萨呀、耶稣如来佛呀，就是有这些神像的这种象征都摆到了后边。其实这个就不言而喻了，这很明显是他对他奶奶的一种想念，对吧？或者是一种什么这个祝福的寄托。这个小孩子是懂这些事情的，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别的渠道去宣泄，那就在游戏中。所以说游戏是有治疗的作用的。
那么埃里克森呢，他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还是自我，对不对？他认为游戏是思想与情感的一种健康的发泄方式，是自我的机能。他没有像他师傅一样那么玄乎，那就是我适应这个现实啊，发展我的这个主动性啊，实现我的目标品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在游戏中。好，那接下来认知理论，皮亚杰又来了。皮亚杰带着他的认识发生论又来了，对不对？那游戏是什么东西？游戏就等同于他说的动作，对不对？就等同于他说的动作。那孩子呢是主体通过动作对客体的适应，那么游戏是帮助孩子来适应客体的。那怎么适应客体的呢？接下来有三条，1、2、3。哎，他说的字儿很多，我们可以跟他简写一下，简写成什么？第一个，在游戏中我们认识新客体；第二个，在游戏中我们巩固新概念；第三个，在游戏中我们思行结合，对吧？思维和行为结合，思行相结合。来，再来一遍啊！我们认识新课题，巩固新概念，思行相结合，游戏就帮助我们适应这个什么？适应这个环境。好，那再接着往下，这个比较重要，建议同学们要把它记下来。那个皮亚杰不认为孩子的认知发展分成不同的阶段嘛，对不对？每个阶段你的认知是有质的差别的。那么你到哪个阶段就会产生一个相对应的游戏，那游戏的水平从低到高。首先感知运动器。感觉知觉和动作，那怎么办？就是练习游戏，练习什么？一个小球扔下去捡起来，扔下去捡起来。我跟你说，小朋友这种游戏能够一直玩1个小时啊！我家小贝是跟他玩这个抛球游戏。啊，我都觉得无聊死了，我的胳膊都要断了，人家还兴奋的嗷嗷的玩这个游戏哈，不要停，就是来来回回扔球捡球，对吧？他就觉得很有乐趣啊，或者一个积木啊，这个垒高了推倒，垒高了推倒，重复的啊。前运算阶段出现了象征游戏，就是象征，哎，那你把这个椅子当成木马，架骑啊，把这个积木当做这个砖块垒成城堡，就是象征性的，又有个比喻，它就是一个表象思维的特点嘛，对吧？具体运算阶段，我们说它有主要的特点是什么？开始思维遵循逻辑法则了，这个逻辑法则必须非常的具体，对吧？所以说它能够干嘛？有规则了。哎，前面的游戏你告诉他，哎，有一个什么规则，越复杂他越不鸟你，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规则。到了具体运算阶段，我可以遵守规则玩游戏了，警察抓小偷，对吧？或者再复杂的一点的规则，什么狼人杀啊，天黑请闭眼，这规则复杂了去了，对不对啊？你越长大越会习得。好，所以说玩游戏它也是分为这个水平分为不同的。那到了学习理论，桑代克我们教心里边会专门学习它。桑代克他也是行为主义里边的啊。我们那个发心之所以学的不多，是因为他是教心那一块的重头戏，我们不跟教心抢。那桑代克认为你游戏也是学习，也逃不过学习的3大定律。这块只说了2个，对吧？效果率、练习率，还有一个什么准备率啊？你就是跟教心结合起来，就不用这一块专门背了。还有一个准备率、效果率，哎，哪个游戏好玩，我就多玩哪个游戏，是不是？练习率，我玩的哪个游戏多，我对哪个游戏就越熟练。准备率，对吧？我有准备的状态下，你让我去玩游戏，我玩的开心；我没有准备，我要睡觉呢，你非得让我玩游戏，我不开心，我玩的不好，对不对？所以这叫准备率，3大定律。很简单，这个不用专门记。好，所以说这一块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的，它还是我们当代游戏理论的基础，所以说要着重的记一下他们2个。然后皮亚杰的其实也是旧瓶装新酒而已，那主要是要记它的游戏的分类。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一些其他的理论，这些小理论就更小了，对吧？你能够对接上就行了，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看了啊，无所谓 ，pass 掉它了。哎，咱们单选题中就考过，咱们312的单选题就专治各种的你的知识的盲点，你自己觉得不重要，你把它扔掉了，那到了单选题或者多选题里边就专门出来考你，治得你服服帖帖的。那这块怎么办？同样我们要想省事儿的方法，伯莱恩。什么你不用管他，伯莱恩就是觉醒说，就是你这块太兴奋了，小孩子特别兴奋整天清醒着去干嘛呀？那就是玩游戏呗，是吧？它是觉醒理论，你怎么记啊？伯爵，对吧？伯爵，
哎，巴特森援交际就是你在游戏中要去练习交往技能，跟小朋友们各种social，对吧？那巴特森援交际就是芭蕉啊，老实巴交。那萨顿它是行为适应说强调假装的作用啊，我们要 cosplay 是吧？我们换位思考，我们可以在游戏中啊，我假装我是妈妈，你是孩子，对不对？它就可以帮你适应一些行为模式。好，那萨顿行为适应我们怎么记啊？啊，你就记小萨。是不是？小萨他在法制节目中，在娱乐节目中都如鱼得水，非常适应啊。他既可以装的一本正经，也可以装的嬉笑怒骂，也可以装的疯疯癫癫，对不对？这就是萨适应嘛。小萨在什么节目中都很适应。那对中国的心理学家，他就开始非常中庸了，就是总结你们前面的前人的，就是他的。你会发现中国的有很多的理论呢，他的观点不够鲜明，是不是？但是呢，又绝对是很正确的，他会综合很多的东西，对吧？所以中国心理学家认为什么？就是好，游戏就是好，就是促进幼儿心理发展的一种最好的活动方式。所以说，我们的公立幼儿园呢是要求不要教什么文化知识课的。那你公立幼儿园3年也好，2年也好，就是必须要去玩一些游戏，到了小学再开始学习，对吧？啊，我们严格贯彻这种理论，游戏的理论。好的，那这一块我们就学完了啊，7+3+4啊，那个7和4都要省事儿的学。那么3呢，尤其是前3个啊，当代的前2个啊，前2个当代的前2个理论，好好的当大理论记一下。好，那接着游戏的种类，我们简单的看，按目的，你这个游戏，你玩个游戏到底是为了啥？创造性，开发你的创造性。你可以角色扮演，对吧？扮演老师，扮演家长 ，cosplay， 建造啊，比如说积木搭城堡，表演啊，我这个表演个小话剧啊，这个丑小鸭和白天鹅，对吧？好。然后教学游戏啊，就比如说很多数学里边会说那个1个青蛙1张嘴啊，2个眼睛4条腿，2只青蛙多少张嘴啊，对吧？数学游戏、活动游戏，体育课上玩的，哎，这就是有不同的目的来开发你的能力的。那到了皮亚杰，我这块就不再重复了，是不是？就跟前面我们说的一样，练习游戏是感知运动阶段，象征游戏前运算，有规则的是运算。那象征性游戏其实跟我们说的创造性游戏，它本质上是一样的。创造性游戏嘛，它就是开发你的发散性思维。哎，你要把一个东西比作另外一个东西，这也就等于同理象征性游戏。大家就看一下就行了，这2个本质上是一样的东西啊，是一样的东西。好，你着重要记一下哈。到了具体运算阶段，为什么会出现有规则的游戏？因为我们的思维可以遵守逻辑的具体的法则了。这个后面还会做知识点的结合。好，这是游戏啊。那还有一个比较棘手的，就是帕腾。帕腾一口气分了6种，哎呀，把人看得烦死了。哎呀，这个分的还特别细，一直到了这个幼儿的晚期，到了5岁啊，每一种时期它的主要的游戏的形式还不一样。这块我们也是省事儿的记，对吧？你先看一下，理解一下。我又给大家找了一些口诀。首先呢，无所用心的行为。啊，无所用心的行为，你可以结合婴儿期的那个以客体为中心的那个小朋友和小朋友之间其实是没有什么连接的啊，就是我一个人无所事事的，哎，东看看西看看啊，感觉自己在神游，跟其他小朋友是没有什么交流的。那旁观者游戏呢，就是我可以看你们玩了啊，但是我是远远的看，就比如说那个社交指向行为，啊，我所有的行为都指向引起别人的注意，或者是我就盯着你看，但是呢，我不会参与你的游戏，我也不会邀请你和我一起游戏，就是旁观者啊，旁观者，这都主要是在婴儿期。那么独自游戏多见于2、3岁啊，婴儿的晚期。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大家虽然在一个空间里边，但是各玩各的，没有交集，你玩你的，我玩我的啊，大家井水不犯河水。到了平行游戏，平行游戏呢，它是幼儿初期的。啊，比如说3到4岁吧，这个时候他们比如说一起玩一个积木啊，一大堆积木往这一散，我们一起玩，看起来是彼此之间空间距离很近的啊，但是非常塑料，非常塑料，就是我玩我的这一堆积木，你玩你的那一堆积木啊，各玩各的，一群人各玩各的。好，看起来是一起玩，但是是没有任何交集的。那么联合游戏是什么？我们可以在一块玩了，对吧？
哎，一块玩，然后还是有交集的。你借我的积木，我借你的积木，大家嘴上还有一些什么沟通和交流，但是这块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其实我比较随性啊，就是虽然我们在一块玩也有交流，但是没有任何合作啊，这个一定要知道，一群人一起玩没有合作。那直到了合作游戏，就是5岁以后才会出现有组织、有纪律、有分工的进行合作。好，这个时候我问你，你是不是不用专门记5岁以后？这个合作游戏你就等同于皮亚杰说的什么有规则的游戏。你得到了前运算阶段啊，这块稍微早一点。你比如说幼儿的晚期，我开始知道什么叫规则，我的思维可以服从一些逻辑法则的时候，这个时候我才能进行有规则的合作，理解了吧？这一联系，你就会知道合作游戏要到幼儿的非常晚的时期才会出现。好啊，所以我们再重新来一遍。一开始一个人东张西望啊，然后呢，接着一个人看不参与，那接着呢，一个人玩没交集，再往下呢，一群人，但是我各玩各的也没交集，然后一群人一起玩，但是没有合作，再到最后一群人一起玩有合作。你看哈，这些要点还是非常突出的，只不过是它比较多，分类比较多。这一块也是选择题啊，要出也就出选择题，你主要知道要到很晚才出现合作游戏。好，那接着幼儿词汇的发展，我们同样联系婴儿的发展。婴儿那一块口语啊、词汇啊、语法啊发展起来了，到了幼儿我就哐开始学单词了，记单词了。那这个时候标黄的这一句，幼儿期是儿童词汇量增长最快的时期，我1年我就可以3到4岁1年是最高的，就可以增长将近1000个单词量。对不对？很厉害啊！你看看你自己现在的英语单词量是多少？那词汇它的学习的词汇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很简单，就是什么具体我先学会什么，什么抽象我后学习什么。所以我先掌握实词，后掌握虚词，对吧？实词它也有顺序，我常见的具体的我就学得快，名词、动词，最后才是形容词。是不是啊？最后才是形容词，比较抽象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我的小贝是大概1岁7、8个月的时候啊，我就开始给他教那个颜色，这个颜色吧，他知道有区别，但是他经常那个说错。那这个时候啊，咱学发心的，咱自己就应该知道，不要硬让他学。那怎么办？我就用这种很具体的方式，我说红是太阳红，黄是香蕉黄，绿是小草绿。哦，这样一下子就把跟他的各种很熟悉的名词结合在一起。他到现在为止什么颜色，他还爱说啊什么香蕉黄、小草绿，是不是？记得非常快，一下子就把那些颜色记住了。学发心要利用孩子的特点啊，去给他因材施教。好，那虚词啥叫虚词？就比如说介词、连词、语气词，对不对？让你的这个句子显得更生动、更活泼。哎，你就比如说，我小贝是很早就会这种的虚词的掌握了，他就掌握的比较早一些啊。然后没有到幼儿期的2岁就开始会说了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录完课回家特别累，在那瘫着，他就过来啊，就是过来摸着我的脸说：“妈妈啊。”你真的是太可怜了，是吧？你真的是太可怜了啊！还加了个啊，还有语气词，还有真的啊！我当时就很好奇，我说怎么就可怜了？我当时很吃惊，他连可怜这种形容词都会。他说因为也有这种连词，因为你不能陪我玩儿。然后你还得上班，所以你好可怜啊！这整个的完整的句子就是他说的啊，当时我就记下来了，因为他就是很出乎我的预料。这就是虚词的掌握，它会晚一些啊，它会让你的整个的句子显得非常的生动完整。好，那词义的掌握是积极词汇增多，这个积极词汇增多跟我们所谓的正能量是不一样的，不是什么鸡汤文学就比如说感恩幸福快乐，不是这样子的。积极词汇是什么东西？是你既理解又能正确使用。那很多词汇小孩子是刚一开始我是能理解的，你说的东西我能听懂，但是我自己一用就错了。我不知道你们还看不看蜡笔小新，小的时候有没有代沟？我小的时候很喜欢看蜡笔小新小新很萌，整天被他妈妈捶一头疙瘩。小新就是好多的消极词汇，就是他自己一用就用错了。比如最简单的，他上幼儿园，他跟园长
早晨见到园长说园长啊晚上好，或者园长晚安，园长就很郁闷的说小新是早晨好，是早安，对不对啊？所以他能理解这个词，别人跟他说他能懂，他自己一用就错了。所以说这是消极词汇。那么到幼儿期呢，这种消极词汇开始少了，积极词汇开始多了，说明他用词越来越精确了。那这个时候同样还会犯2种错误：过度概括和概括性过低。相反，过度概括是什么？比如说他学了狗的概念是通过他家的养的小泰迪学的，那么他家的小泰迪啊，他认为是狗，那么出了去之后，他发现所有带毛的带4条腿的都叫狗啊，见猫也是狗，对吧？见那个小羊也是狗，这就是过度概括。那反过来概括性过低是什么？他出门之后，除了他们家跟他们家泰迪长得一模一样的叫狗，那其他的都不叫啊，小萨也不叫啊，二哈也不叫，是吧？概括性过低，说明他们对词义的掌握还不够精确，概括性还是有问题。好，那接着往下看啊。那句子的发展我不讲了啊，这块怎么看？虽然一下列4条，就是大白话，句子就是从低到高发展。你看，从简单到复杂，从陈述到多种形式的啊，甚至还有反问句，对吧？还有排比句，是不是越来越复杂？好，那口语表达能力的发展，标黄的这句话，哎，你多看2下就记住了。首先，幼儿是口语发展的关键期，我已经强调过多次了。那么有2个标志，你怎么代表你的口语发展的很好了呢？独白和连贯。大家有没有考过口语考试啊？有没有报过雅思的啊？或者是那个 GRE 的？有专门的口语考试啊，比如说给你一个主题啊，让你构思1分钟，演讲5分钟。那接下来的时间就是你的，请开始你的表演。你自己一个人说，没有人跟你对话，而且你得说的比较连贯。你这4分钟，你这5分钟、4分钟都在那你的分绝对就扣掉了，是不是？所以说独白和连贯。就是我们经常，你怎么看小孩子的口语啊？你比如说，你问他，你回到家问他，哎，你今天一天都玩什么了呀？他会一个人开始说，对不对？这个时候一个人说的连不连贯，就代表了他的口语发展的怎么样。好啊，那接着到了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地方，就是幼儿认知的发展啊。认知的发展这一块，它又分了几个不同的小的类别。这一块主要是以小题，知识点比较零碎，跟着我过一遍，捋一遍。首先记忆的发展，记忆容量，我先考你，咱们正常人的记忆容量是多少？短时记忆的容量7加减2个。对吧？你哪怕是天才，你也是那么7加减2，顶多是7加2个，是不是？那小孩子你看3岁3个，6岁已经6个了，哎，发展的都不错了啊。那个帕斯夸尔他出来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 M 空间。M 空间其实就是工作记忆的容量，对吧 ？Memory。那这个工作记忆的容量。哎，为什么说这个小孩子开始能够学得更多了？就是他的这个容量多了，他能释放出来的可以用来加工的资源就多了。比如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小孩子口语那个语言发展单词句阶段，你比如说我小贝是说小兔拍球球，他只能记住后面的球球，就可能他的 M 空间还太小了。他边理解边加工边记忆，那么最后让他提取的时候，他只记住球球了。那么 M 空间大了之后呢，他就可以跟着我一起复述小兔拍球球，是不是啊？这就是因为 M 空间扩容了。好，那接着往下这一块，无意识记和有意识记，你要知道什么意思？在整个幼儿时期，无意识记是占优势的，到了小学，有意识记才开始占优势。但是到了幼儿晚期，有意识记就开始发展速度跟上来了，就前面的就没有有意识记。就是有意识记是什么？你比如说我告诉你，哎，我告诉你这一块幼儿这一块的。皮亚杰道德发展的3阶段非常重要，一定要记住。你是带着目的的、有意识的，甚至我要照一些策略把它记住，这叫做有意识记。而小朋友不行，幼儿期，你让他我说你这一块是重点啊，背诵全文，他才不鸟你呢，对不对？他随感觉，他能记住就记住，记不住就算了，他也不会动用什么样的意识监控自己，对不对？所以叫无意识记，能记住的记住，记不住的我也没办法。那所以说有意识记就标志着儿童记忆发展的质变。对吧？质变为什么？你上了小学，经常要背诵全文，背诵这个自然段，对不对？如果说你没有意识记的话，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个任务。
好，那接着往下看，形象记忆在幼儿阶段还是为主的，占主导，对不对？因为整个的幼儿期是前运算阶段，它是具体形象性、表象思维嘛，具体形象性。那么接着往下，它的随着词的功能，这个词的这个累积，还有它的语言能力的增长，它的关于词的记忆、关于语义的记忆发展起来了，对吧？到了小学，可能语义记忆就开始变得比较主导了。他们在幼儿期，尤其是晚期是共同起作用的。这个时候我们连接一个知识点，普心的我们记忆的双重编码理论，佩维奥的双重编码理论。任何的一种记忆呢，我们都会有两种形式，一种是语义记忆，再加一个表象记忆，就是各种形象，是不是？我们说我们的考研里边大部分都是语义记忆，一堆的字儿，而且很抽象，所以我有很多的图片，你会发现肖老师这一块有很多搞笑图片，这图片其实就帮你干嘛呀？形象记忆。咱们语义记忆太苦逼了，太多了，我们一定要利用好双重编码系统啊，双重记忆系统，让你的记忆变得更形象。你一幅画面先出现了，再把你的那个语义就提取出来了，这样帮助我们的记忆更加的深刻。好，那自传式记忆，啥叫自传式记忆啊？就是你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一些事情，这叫自传式记忆。那小孩子当然对新意事件记忆的比较好，什么事儿发生的比较好玩、好奇啊，这个有新奇，他记得好。但是呢，很容易被误导，什么意思啊？这就是我们在我们在那个弗洛伊德那块儿批判他的一点。对吧？他是成人对儿童的回忆，那么儿童时期的很多的记忆很容易被虚构、被诱导，什么意思啊？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那个幼儿园虐童事件比较多，那很多父母就留了一个心眼儿，小朋友一回家就很关心，就问他，那在幼儿园里头有人欺负你吗？老师会不会打你？对吧？小朋友说没有，老师对我很好。第二天再问，那老师打没打过你呀？小朋友可能这个时候就不那么明确了。那么第三次再问，那有可能他说打过啊，就开始自己脑子里被那个暗示性的、有方向性的诱导，给自己虚构出来一些事情了。说啊，老师打我啊，那个小朋友也欺负过我。其实他说这句话的目的呢，就是什么？就是有可能会要引起父母的，就为了博父母的关注，或者是什么？本身就纯粹是对一个记忆的误导啊，虚构。就有可能是这样子的，所以说小朋友的很多的记忆呢，它不是完全真实的。好，那接着往下看原记忆，很多看到这块的话就崩溃了，而且原记忆啊，记忆还没搞清楚就圆了。我说圆一定是很高级的东西，元首就是在记忆的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一个司令的东西看着这个过程。我们在童年期要学这个元认知。其实元记忆就是元认知的一部分。啥叫元认知啊？对认知的认知。你正在进行的过程中，我要进行一个对这个认知活动的提前的了解，或者整个过程中的监控，对不对哈？比如说你正听着课呢，你听课就是一个认知过程，听着听着，你突然意识到自己走神了，你这个时候开始，比如说突然想到你的男神女神。这时候走神了，你要对自己有个监控，我怎么就走神了呢？我为什么会走神呢？对不对？赶紧调整过来。或者是你元记忆啊，元认知啊，我这个时候为什么就突然就意识到我走神了呢？我为什么这个时候想我为什么走神了呢？就是套娃一样，对吧？你要对当前的过程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清醒的这个监控，这个叫做元认知。你要没有这种元认知，浑然天成的比较懵。然后听完课了，你也走完神了突然发现竟然下课了，是不是？那元认知也是元记忆就是这样。你正在做记忆过程中的时候，你要对整个的记忆有一个提前的评估，还有整个过程中的监控。好，那弗拉威尔他主要研究这个元认知的，对吧？他把把记忆的其中的元认知知识，后面我们会说，元认知不仅包括元认知知识一个部分，还要包括元认知体验和元认知监控这块我们先不说，他只先提了一个元认知知识。啥叫元认知知识？就是比如说，我要求你记50个单词，对不对？我要求你记50个单词，这里边关于这个记忆的元认知的知识包含了3个方面：一个，你对自己记忆能力的自知之明，
对吧？你要评估一下你的记忆能力怎么样。第二个，对你的记忆任务要有一个评估，这50个单词对我来说难不难？这个任务复不复杂？那么有关记忆策略的，对吧？我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来记？我不要死记硬背，好不好？本身你那个大脑啊，就都是坑了，还要硬碰硬的死记硬背啊，碰出来的全是坑，对吧？坑里边只能装水了。那这个时候啊，你一定要知道，我对自己有个自知之明，我对任务我很清醒的认识，然后我找到一个适合的策略啊，就比如说组织策略，或者编个口诀，对不对？那么小朋友幼儿期，你说他的记忆还没发展好呢，你怎么让他语言记忆很好呢？当然不行哈。这个图片就非常的形象的这个结果，形象的说明了我们的语言记忆是非常弱的，对不对？就比如说这一块。哎，你比如说让他评估你1分钟能记多少个单词，哎，有幼儿园的啊，有托儿所的，幼儿园的，有小学的，有大学生的，就是一个上面是他自己先做这个任务之前，我先预测，我做一个预言家，那么后面是他实际的，你会发现越小的时候，哇塞，这个预言啊，这个预言要比大人的预言还要高啊！我能1分钟记50个，那就感觉真的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但是实际上是个渣渣，他预言8个，结果只能记连3个都不到，对吧？然后呢，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他对自己提前的评估和实际的情况越来越相似了。就是对自己的自知之明就越来越强烈了，是不是？就是因为我的原认知形成了，是吧？你比如说你在尤其是幼儿园的课堂上说哪个小朋友能把它背一下，哇，夸夸夸都举手，是吧？我能，其实都不可以啊，反正就是比一种气势呗，谁还怕谁啊？我也可以，其实都不行。哦，那因为他们没有对自己的认知记忆有一个更好的认知。好，那接着往下。那么记忆策略的形成，我们这块提前学了。虽然在幼儿时期基本上是没有策略的，对不对？到了小学才开始有。那弗拉威尔同样他的研究啊，我们这块一块学了。这块也出过选择题啊，所以说也要去看一下，很好记。5岁前没有任何的记忆策略啊，能记就记，我随缘，能记得住就记得住，记不住就算。那5到7岁的时候是不能主动应用，但是需要诱导。比如说哈。别说5到7岁了，现在很多同学真是背书背的啊，要自杀，要撞头撞南墙，没有应用记忆策略，对吧？得老师说，哎，这一块我告诉你，我有个口诀啊，然后这一块我们怎么样形成一个快速的记忆，自己不会找，是不是？自己压根就没想到还有策略这回事啊，需要老师去诱导。那么10岁之后就开始自觉了，老师不用说，哎，我去找一找。可不可以？你看最简单的记忆的策略是什么？复述，你1遍记不住，2遍，2遍记不住，3遍，这么简单的事儿，到10岁之后才能知道，对不对啊？然后之后是组织，比如说我把词性分类，哎，动词、名词、形容词分类，然后去记忆它，这就是组织化。包括我们列表格、画框架、找关键词，对不对？然后知识点做连结，都是在干嘛？做组织啊，帮助你有意义的进行记忆，而不是机械的记忆。好，弗拉威尔，你就想，这个5岁前没策略，10岁后有策略，就这么简单啊，不要记太多。好，那接着往下，幼儿思维的它的整体的特点有这3段。哎，建议同学们要好好记一下。有很多自命题的学校啊，喜欢这样考啊，就让你考个简答题啊，让你自己简述幼儿期思维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童年期儿童的思维的主要特点是什么。所以这也可以做一个简答题。虽然312不爱这样考，哎，那我们记忆的话，先从黄字入手，你先把黄字的特点去记住，后面自己去解释，能理解它就行了。很好理解，我们结合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的阶段，这一块全运算阶段，表象思维，所以说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具体形象性，对不对？必须有现实依据的这个事物的真实的形象，我才能进行这种间接的思维啊，叫做具体形象性。好，那再接着往下，思维抽象逻辑开始萌芽，很多同学学到这块很费解，抽象思维。抽象思维、抽象逻辑思维，我们在皮亚杰里边到哪个时期才产生？到了初中的形式运算阶段才产生，甚至你后面学你会发现，抽象逻辑思维到高中才开始非常成熟。那怎么这么早就出现萌芽了？
大家一定要看，这是萌芽。啥是萌芽？刚露出一点点端倪，它要经过好多年的成长，才慢慢变得成熟，到高中才成熟。所以你要允许它的萌芽是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发展它既分阶段，但是也是什么连续的。前面就可以看到它的这种什么这种开始的小苗头。你不可能说我到了初中啊，我考初中。这个暑假开学前一天，我还停留在具体形象、具体这个形式思维啊，具体运算阶段。到了这个初中开学的那一天，我就到了形式运算阶段，变成了抽象逻辑思维。不是这样的，它是慢慢的往前发展的，对不对？好，尤其是晚期幼儿的晚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逻辑思维了，所以有一点点小苗头，但是必须是非常简单的。这一块你不要觉得很吃惊，它就是萌芽而已。那么言语啊，言语我们说这一块它口头言语已经发展的不错了，所以它的作用日益显著。表现在一个什么样的过程中呢？就是一开始呢，我们必须先做完一件事情，才能用原语对这件事情进行总结。那没有发生的事情，我自己是提前说不出来的，对不对？事后总结，然后呢，中间伴随 ing， 边做我可以边说，到最后呢，我可以光说不做，瞎逼逼就是不做，这是我们成人的经常的一种状态，对吧？我嘴上说的比谁都多啊，我会的道理大道理比谁都多啊，但是我就是不干，是不是？这就是开始具有逻辑性思维了。我语言可以事先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规划，就是我们很多的事情，你不要是都做完了才开始后悔，发现前面哪一块没做好，你可以提前做一个做一个规划按照你的规划去做。OK， 这是3大特点，我们再总结一遍。最主要的特点，具体形象性。然后有一个让你很吃惊的，就是抽象逻辑思维在幼儿阶段已经萌芽了。这块我先结合这个童年期吧，童年期小学的时候他的那个思维是非常具体的逻辑思维，但是在那个阶段呢，辩证逻辑思维已经开始萌芽了。当你后面学辩证逻辑思维，什么时候才开始成熟？到你的青年晚期，25到大概到30岁，25到30岁才能真正的成熟。但是在童年期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这就是我们的萌芽总是往前推2个时期的往前推2个时期。这个是这个高中成熟的，但是我们推到幼儿，它就已经开始萌芽了。好，那么言语的功能日益增强。好，那再接着往下看，思维还没完呢，完了就不叫思维了，后面还有。那皮亚杰，我们说幼儿，他认为幼儿的思维有很多的特点，自我中心性、不可逆、刻板性，对不对？还有泛灵论。那其中的3山实验就是证明思维具有自我中心性，这小孩子没有办法站到娃娃的角度上去替他回答这个他的角度上的问题，自我中心性。但是呢，这是皮亚杰的研究，他说这个幼儿就是比如说5、6岁，他还有自我中心性，但是后人伯克农场任务的改进，他说呢，是因为你的实验情景对小朋友来说不太友好，实验情景太实验了，小朋友没有明白你这个问题的意思是什么，并不是说他们真的有自我中心性，而是这个情景对他来说太陌生了，他就换成小朋友们喜闻乐见的，比如说美国芝麻街是一个风靡的动画片，换成我们中国的，就比如说喜羊羊和灰太狼。喜羊羊坐这个小敞篷车围着他的羊村转，突然停到哪一点，然后就问他，那在这个角度上，喜羊羊能够看到什么？然后换成孩子喜欢的这种人物角色，他马上很快就带入了，就摆脱了自我中心性，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了，是不是？所以他就认为在这块皮亚杰把孩子想的太太笨了，其实是可以的，可以达到的。好，那接着往下看，什么叫守恒？守恒概念就不用专门说了，对吧？我们现在都有一些守恒了，什么能量守恒甚至我们说精力也是守恒的你很多的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了，那其他生活中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条理啦，就是衣服也来不及洗啦，对不对？然后吃东西吃更多的垃圾食品了，这也是一种守恒。那么对孩子来说呢，到了童年期，到了这个小学阶段才能达到守恒，在幼儿时期呢，他是达不到守恒的。那这块提前学了，就大概8岁左右达到守恒。但是呢，不同的守恒的类型，它达到的年龄还不一样，不要背它。
对吧？你大概的看一看，能够熟悉。虽然我们也考过选择题，312的选择题真的比较变态，就是你觉得哪一块啊，我不想看，他就专门考你，是不是？那这块我们怎么看呢？数量守恒当然最初产生的，你查数你当然先学了，对不对？那容量守恒、容积守恒啊，你想想，你到了初中学那个浮力啊，学那个容积怎么计算，是不是最难的？你自己看。你觉得哪个最抽象，哪个就学得晚，哪个比较具体，哪个就学得早，对吧？你大概看一遍就可以了。好，类包含这个也很有意思。啥叫类包含？类我们大人都知道，种类总是大于子类的，是不是？种类总是大于子类，这还用说？是不是？但对小孩子来说是不行的。前运算阶段，他还不能了解这两个之间的关系。就比如说一个特别侮辱孩子智商的问题，哎，告诉你有一群牛牛在草地上睡觉，那有8只白牛和2只黄牛。哎，小朋友一听，哇，这个白牛好多啊！然后问他是白牛多还是牛多？小朋友们赶紧回答，是白牛多，白牛有8只呢，对不对？就侮辱孩子的智商。他就不了解白牛再多也多不过牛，是不是啊？这是子类和种类的关系。好，这一页啊，建议同学们直接过，对吧？建议同学们直接过。如果你有耐心，你可以看一下。总之，最初概念的掌握，不管是词的概念、实物的概念、社会的概念、数的概念、类概念，对吧？这些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然后这还是已经简化了咱们课本上的书啊，课本上的知识。你在林老大的书上，哇，这块的研究更多啊！你看一个脑袋3个大啊！你要有耐心就看一看，没耐心就直接过。总之一个特点，你把握住前运算阶段的整体特点、具体形象性，但是它慢慢的往高级发展。所以这一块抽象逻辑思维的初步发展啊，是到了它的晚期。我们简单看一下啊，到了晚期。一般可以在他们理解的事物的范围内啊，很好的进行合乎事物本身逻辑的判断和推理。小孩子并不是说完全很傻，他日常生活中的感觉他的心眼是很多的。你不要给他做一些抽象的那个脱离实际的那些数学题，那生活中有一些小推理题，他还是可以做的，会运用到这种抽象逻辑思维啊，就是他比较了解的、熟悉的领域就可以。好，那接着心理理论哈，这个心理理论很多同学学的就感觉哎好专业啊，心理理论经常在网上百度心理理论，他给你出一些心理学的理论。这个心理理论就是 Theory of Mind，Tom 简称 Tom， 就是关于你的思维的，关于你的这个心理的理论。它具体什么意思？就是对个体，是指个体对心理现象和心理状态的认识。啥意思啊？就是除了自己的心理状态你能理解之外，你能不能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对不对？能不能知道别人心里在想什么？那我们经常大人也有一些人是缺乏心理理论的，他没有办法跟别人达到同理心，对不对？没办法跟别人达到同理心。就比如说有些人老是这样说话，哎呀，我实在想不明白那个人脑子里在想什么东西，对吧？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你想不明白人家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对他就觉得完全匪夷所思啊！他这个时候就会很愤怒、很愤青，就是怎么有一些人就这么弱智、那么脑残？那这个时候其实不是说别人都弱智，而是他自己缺乏心理理论，没有办法能够知道别人到底为什么这样想，到底怎么想，到底为什么这样想，就是缺乏心理理论。尤其是有一些键盘侠。经常是开着上帝视觉，对吧？从上帝视觉上去评判各种人，他知道事情的全貌，他看了一个录像，对吧？这个事发的录像，或者知道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之后，然后去抨击这个故事里边的当事人怎么傻呀，怎么笨啊。但是你在进行的过程中，你不一定有这个人做得好，是不是？因为他没有上帝视角，就是没有心理理论的人是很难和别人产生同理心的。你要做心理咨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跟你三观、跟你观点完全不同的人，跟你的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对吧？你没有这个心理理论的话，是没有办法和你的来访者建立同理心的。它建立的基础是什么东西啊？心理世界和客观世界是区分的，你知道的事实和客观世界的事实不一定是一样的。信念和愿望是人的行为之言，什么意思啊？愿望是什么？你想要什么？信念是什么？我
知道我怎么做才能得到我想要的，这是分开的。但是小朋友不知道，小朋友就认为所有人的行为直接表现的就是他的愿望。好，我们来看一下，研究的取言就是普雷马克、伍德鲁夫的黑猩猩是否具有心理的猜测。这个普雷马克在普心里头，在那个教心里边，你还会学普雷马克原理，是不是？就是一个人。好，他是研究的取言。那么到了孩子身上，就是对错误信念的认识。这个错误信念是啥意思？它有一个错误信念范式是韦莫和伯纳设计的，这一块你一定要理解。为什么孩子做对错误信念的这个任务了，就代表他有心理理论了。它分为2个范式，一种叫做意外地点，一种叫做意外内容。大家自己看，在这个故事里边，如果问孩子小明会去哪里买冰淇淋，这是意外地点。好，如果一个孩子有心理理论，他会怎么回答？他会回答小明会去哪里买冰淇淋。自己看这个故事啊，我不再念了。这个如果说孩子回答小明会去操场上买冰淇淋，代表这个孩子理解小明拥有错误信念，能够通过他的错误信念推断出来他还会去操场上买。如果有的孩子说直接说那当然是去商店门前啊，因为这个时候冰淇淋就在商店门前，所以小明会去商店门前买。这说明孩子没有心理理论，是不是？他不能理解拥有错误信念的小明会怎么做，因为你开了上帝视角，你知道事实，而小明不知道事实，你必须压抑自己知道事实的那种优势信念，去站在拥有错误信念的角度上去推测小明会怎么做，是不是？这叫意外地点任务。同样，意外内容差不多这本质上是一样的。如果一个没有心理理论的孩子会怎么回答？第一次看到糖盒子的小明认为糖盒子里会有什么？如果他没有心理理论，他一定会说，那他认为这个里边有铅笔，是不是？那说明这个小朋友他没有心理理论，他不知道。第一次见到糖盒子里，谁知道你里边放的是铅笔呀，对吧？他当然会理所当然的认为糖盒子里面就是放的糖。大家理解了吧？这就是为什么做对错误信念任务，你才能有心理理论。那么再接着往下看，看它的发展。它的发展呢，有一个关键节点，你把这个记住就行了。4岁左右，就像人体有一个开关一样，到4岁啪就打开了。这个时候孩子就可以了解别人的心理状态了，就是可以做对1级错误信念任务。那么6岁以后开始做对2级错误信念任务。啥叫1级？啥叫2级？我们前面看的那个意外地点，那就是纯粹的1级，我们来个2级的。事情变得更复杂，又出来了一个小红，你可以定住自己看又来了一个小红。那这个时候问你，你认为小红会认为小明去哪里买冰淇淋？这叫2级错误信念再加一个主人翁。那这个时候呢，小红会不会克服自己的正确信念，判断拥有错误信念的小明去哪里？那同样，小红的正确信念只是一部分，它另外一部分也有错误信念。你能不能克服整体的正确信念，站在只拥有部分正确信念的小红身上去推测小明去哪里买冰淇淋，对不对？如果已经有了心理理论的孩子，他会怎么说？他会认为小红会认为小明还会去哪里操场上买冰淇淋，是不是？这叫做2级错误信念任务。那有同学说，你嵌套到2级，能不能嵌3级能不能嵌4级可以为什么不嵌了？就把自己搞晕了，实验者都把实验者搞晕了。啥叫3级你再加个小蓝，再加一个人物，就是你认为小蓝会认为，小红会认为小明去哪里买冰淇淋，禁止套娃禁止套娃。就是再往下实验者自己这个故事都编不下去了，他没办法再考小孩子了，2级已经非常难了，是不是所以后面就不再考察了。好，再接着往下看，那心理理论看起来就是对。有很多同学可能说，老师这是不是一个去自我中心性的表现？我可以站在别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了。确实是这样子的。当你摆脱了自我中心性，你大概就知道，能够慢慢的知道别人会怎么想了。那么我们为什么4岁之前就不能，4岁之后就可以了？有3个理论，这3个理论它不是说大的理论，
哎，不是说特别经典的你把它背住的理论，但是你又要去留意它，因为他们每个理论观点还是比较鲜明的。所以我给大家总结了3句话：理论啊，叫理论论 （theory of theory）。这是强调什么东西的？它强调啊，虽然它叫心理理论，它不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学科的科学的界定，而是一种日常的非常朴素的。就这个孩子呢，他经历的越多啊，他人情越练达，他这个人就越通透，就会很快的能够察言观色，了解到别人的这个心态是这个想法是怎么样子的，对不对？他纯粹的就是一种经验。在日常生活中对经验的归纳和总结。那么模块论呢，它强调的是生理基础。哎，因为对自闭症儿童的研究，自闭症儿童完全没有心理理论，他长到多大他也不会发展出心理理论来，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那么自闭症儿童恰巧在神经系统中有一块儿，哎，有一个神经的。一些这个神经的它的这个网络是有缺陷的，那正好这一个缺陷导致了它缺失心理理论。哎，所以我说这个是有生理基础的。到了4岁，你的生理这一块、神经系统这一块成熟了，所以就开始打开了了解别人的这个机关了。那模拟论强调的是什么？就是你采取的什么方法？什么方法？就是我假装我是小明，我假装我是小红，我把自己带入进去。对吧？我换位思考，我替代进去之后，哎，我能够从他的角度上去思考他怎么想，是不是？叫模拟论。所以理论强调的对日常经验的归纳总结，模块论强调的是生理基础，而模拟理论强调的是你采取的换位思考的一种方法。OK 啊，这就是关于那个心理理论。好，那再接着往下看，个性和社会化。个性和社会化下面会有一系列的，不是特别就是一梯队的理论，不像第2章的那么大的理论，但是这些理论也不容你小觑，有的时候它就可以上升到一道大题。尤其是这个皮亚杰认知发展的3阶段非常重要，一定要把它给记住啊。好，它采用对偶故事法来研究儿童道德认知的发展。啥叫做对偶故事啊？就是有一对拉踩的榜样，他们之间相互的去做对比啊。小明和小红，哎，那小红呢，为了帮妈妈刷碗，一不小心打破了5只碗。那么小明呢，为了偷吃这个糖，结果打破了1只碗。那就是问哪个小朋友更值得受到惩罚，更要受到惩罚，对不对？这就是对偶故事，我们相互的拉踩，相互的比较。好，那我接着往下，我看他通过儿童的回答，分成了3个阶段：前道德、道德和是吧？这个前道德、自律，前道德、他律和自律啊，前道德、他律、自律。所谓的前是什么？没有，还没有形成道德。5岁前，你不要跟孩子，你不要用道德不道德评判孩子。因为呢，他们对事件的原因都没有清楚的认识，只能接受行为结果的支配。哪个孩子打碎的碗多，哪个孩子就要去受到惩罚。你5只碗，对吧？你比人家1只多了4只啊，打屁股揍一顿。所以说他根本就不了解你问他的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是什么。所以他这个时候呢，行为既不能说它是道德的，也不能说它是非道德的，所以你不要用大人的道德观去衡量孩子做的行为，他有的时候就纯粹是为了好玩。好，那随着年龄的增长，才会对行为做出一定的判断。所以5岁前还没有道德，行为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那么他的判断一个行为的好坏，纯粹受结果的支配，这是他的一些要点。那么接着往下，5到10岁，你看多好记，都是一些整数。5到10，他律。好，他律又叫做道德实在论。他认为这个规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规则来自于哪里啊？权威。谁是权威？家长啊，然后老师，他们说的话是非常有威严的，我不能改变的，对吧？规则是不可以改变的。你说什么，我得做什么。根据行为的结果判断行为，对吧？他也是通过行为的结果判断行为，也是谁打碎的碗多，那谁就更要去被受到惩罚。具有从他性和情景性。啥叫从他性和情景性？从谁啊？从权威，权威说了算，而不是说我自己有自己的道德原则，我没有原则的。情景性是什么？就比如说你今年是这个班主任，他让你往西，你往西，那么来年又换了另外一个班主任，对吧？他让你往东，你这个时候就得往东了。他并不是说规则他认为是变化的，只是因为权威变了。
权威给他的规则，他必须去遵守，他不觉得不会变。但是，一旦权威跟着情景发生变化，他也变了，是吧？墙头草嘛，他没有自己的原则。好，这是从他性和情景性。在小学身上，真的这个老师，尤其是低年级的，那老师的这个命令简直就像圣旨一样，对不对？我有个同事啊，他家的闺女就是特别听话，就是那时候就是前段时间吧，北京又闹起来这个疫情。那小学呢，其实他没有严格要求一定得让回家，那老师就不敢直接说让小孩就必须回家，让他自愿。对吧？老师没有说你明天不要来了，没有接到这个圣旨，小朋友他家闺女再不想去，他家长怎么劝他不要去，不用去了，别人都不去，这个小朋友毅然决然的第二天一定要去啊，因为老师没有说不让去，那老师实在没办法了，因为老师也不想让孩子去，是不是？那只好直接跟他说你不用来了，接到这个圣旨，这个小朋友才非常开心的在家了，不上学了，对不对？你看他对老师这个权威的规则的认同是非常强的。那接着往下开始自律了，就10岁以后叫做道德相对论。为什么相对？因为规则是经过协商制定的，是可以改变的，才叫做相对，是不是？你的规则要有道理，要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如果保护不了，咱们就会协商改变，对不对？所以判断行为的时候，开始考虑不仅仅是它的结果，也要考虑它的什么动机。哎，你虽然打破了5只碗，但是你是因为要做好事，好心办了坏事。而那个小明呢，他就是一开始就憋着一肚子坏水呢，所以打破了1只碗。那相比之下，好心办坏事要比那个一开始就没有做好事的小明要更值得被原谅。所以说要结合动机。好，那这个时候能换位思考，判断不再绝对。那惩罚的时候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而是为了干嘛？为了让你了解这个规则，为了了解规则的道理。好，这一块我们记住什么？它的阶段的名称、跨度以及它的这个阶段的特点。特点我们有2个节点，一个是规则怎么来的规则怎么来的？是权威而来，还是你自己制定？然后呢，规则可不可以改变？以及你怎么样判断行为的好坏，这3个阶段，规则怎么来的，规则可不可以改变，如何判断行为的好坏，从这3点上去记3个年龄、3个阶段的特点。好，那幼儿期呢？很明显，幼儿期在哪里？在这里，对不对？在这里，后期呢，他慢慢的知道什么叫这个道德了，所以说他这个时候是在为道德打基础，主要处在什么时候？主要处在这个3到6岁嘛，3到6岁，其实就是前道德阶段到他律道德阶段的一个交接一个交接。好，往下看侵犯行为和利他行为，这是2个相对应的。侵犯行为这小孩子其实从小就有战斗本能的小朋友就一开始他们就其实并不是很友好的玩的，经常为了保护自己的东西要推推攘攘的，对吧？这是侵犯行为，又称攻击，是对他人的敌意、伤害或破坏性行为。好，那这个侵犯行为的理论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侵犯行为？从本能上解释，就是我们生而就有的。弗洛伊德、劳伦兹和社会生物学家主要把握他们的这个一个核心观点就行了。弗洛伊德，生本能对应的死本能，死本能追求生命的终结，对吧？对内指向自杀自残，对外就指向别人，对别人的侵犯，是不是？有些反社会的人还要杀人要捅人其实就是他自己的死本能我们死本能可以转化，怎么转化呀？比如说一些对抗性的这个体育竞技拳击非常激烈，对不对摔跤这都是它的一种升华。那劳伦兹呢？战斗本能，对吧？动物如果没有战斗本能的话，你想想傻白甜能不能在这个残酷的自然界中生存下来？都像傻狍子一样，对吧？敌人拿着枪要打他呢，他还很好奇的凑过去，把脑门子凑过去对吧？送脑袋呢，这是。如果都像傻狍子一样，那这个很快就灭种了，是不是？所以如果没有战斗本能的话，你是生存不下来的。那社会生物学家他认为，这个战斗是为了干嘛？这个增加基因传递的可能性，其实就是为了增加交配的机会。我们说这个什么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动物又到了交配的季节，
是吧？然后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雄性的动物，尤其是雄性动物，特别容易激怒啊，在发情期是很容易激怒的。包括你家养的小狗、小猫咪，那个时候很容易伤人。就是它这个时候，它为了增加自己的交配的机会，它的这个侵犯本能就出现了啊！谁拦着它，情敌唰唰唰一力咬死杀死。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我们再到一些比较高级一点的，不本能了，高级一点的。到了这个新行为主义，有班杜拉，还有挫折侵犯假说。班杜拉呢，他又带着他的社会学习理论来了，是不是？他强调的观察学习。强调的尤其是什么替代强化 ？OK， 他认为儿童的攻击性行为就是通过外部强化，外部强化是直接的。就比如说，尤其是男孩子跟别人打了架，打赢了，他父母很骄傲，跟他说像个小男子汉啊，没给我丢脸。那这个时候，这个尤其是男生的这种攻击的行为就会被强化。替代强化是什么？看到那个小哥哥打架打赢了，别人都跟他鼓掌啊，好厉害，好厉害啊！这就是替代性强化。还有观察型模仿，这个就是这个殴打充气娃娃的这个实验，就是一个典型的班杜拉做的观察学习习得侵犯。给一帮小朋友先看一个电视录像，就是有一个充气娃娃啊，然后一个大人来了对他拳打脚踢啊，这个画面非常之火爆。然后看完之后呢，然后叫这个小朋友来到和这个录像同样的一种情景中有一个娃娃。谁都不用教，也不用说，小朋友们看到娃娃，直接就开始打啊，直接出拳，开始打，释放自己小恶魔的天性。这就是什么？就是这种侵犯是很容易通过观察学习学到的。这就是为什么有的孩子生活在暴力的家庭里头，对吧？受家暴，结果长大之后又成了这个施暴的恶魔。这就是真的就是言传身教。好，那接着往下。挫折侵犯假说，这个假说呢，就是要比前面的理论呢，它更加的完整，理论的内容更多一些。像这种的就完全可以单独的出来一个理论的题目，所以同学们要稍微注意一下，它和社会心理学也可以联系起来啊。挫折侵犯假说，以前认为为什么我们侵犯别人，这个世界非常暴力，是因为某些人受挫了，对吧？挫折总是导致侵犯行为。那么为什么我们有挫折就会侵犯？攻击可以减少挫折带来的痛苦，就是你受挫了，你内心是非常的愤怒的，你这个时候真的就想啊，摔摔打打，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这种攻击感觉就出来了，是不是啊？就比如说这个里边有个叫做踢猫，大家可以自己记啊，叫做踢猫效应。啊，啥叫踢猫效应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受挫了之后，并不把我们的攻击指向于这个挫折源，因为挫折源为什么给你挫折？他比你强大。我们要干嘛？转移到安全的目标身上，叫做专找软柿子捏，踢猫效应。怎么踢啊？就比如说啊，一个男的在外面被老板骂一顿，对吧？他很怂，他又不敢骂回去，他回家骂他的老婆，他老婆呢打孩子。那孩子呢一肚子气怎么办？他家小猫咪无辜的从他身边走过，一脚踢飞了，是不是？这就是暴力这个一环一环的传到了最无辜的没有反抗能力的猫身上，这个叫做踢猫效应啊，它反映的就是挫折引发的攻击。那么现在呢，我们说是不是所有的挫折都能引发攻击呀？那这个社会得有多暴力呀？我们经常说我们心里头经常那个很愤怒的时候，我杀人的心都有了，你去杀人吗？没有，你表面上心里骂卖批，表面上还要笑嘻嘻，因为你有的时候会怂，是吧？会让步。因为你的这个攻击性是否真的表现出来，跟下面的4个因素有关。首先，受挫驱力的强度，就是你受打击的强度，如果没有那么大，真的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然后呢，受挫内驱力的范围，它打击的范围广不广？如果是一个全面打击、灭顶之灾，那这个人也就拼了，是吧？那个我光脚不怕你穿鞋的啊。然后第3个，以前遭受挫折的频率，比如说一个老实人啊，非常能忍耐别人，老是受欺负，但是有的一天老实人的爆发那是非常可怕的，对不对？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老实人的爆发才是真的一击毙命的。所以你老受打击，那有可能就会很容易产生攻击。侵犯反应可能会遭受惩罚的程度，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是个法治社会，我们经常内心可能有一些我想杀人，但是不杀人是为什么？因为我不想坐牢呀，是不是？要没有这个
反击，没有这个可能遭受惩罚的这个东西，那这个社会真的是疯了啊，人都疯了。好，你真的就不敢出门了。所以4个因素：受打击的强度、广度、频率，还有你打击回去那遭受惩罚的程度。好，你比如说啊，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踢猫理论啊。这个小猫咪啊，挨了揍之后啊，跑到另外一只没有坏心眼的小猫咪头上去发泄去了，是不是？动物身上都有这种感觉。好，那再接着往下，又来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也不省事，叫做社会信息加工理论。道奇一说到信息加工，他们一定会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得非常复杂，哪怕是一个我看你一眼，这个眼神里边它就会分了好多步，因为它要把人比作机器，信息输入到输出的反应之间，它有很多的加工机制，我一条一条的给你抠出来，是不是？好，那道奇呢，它指个体在面临特定社会情景的时候所做的特定社会信息加工的过程。比如我们挫折侵犯理论认为，有一个情景会让你发毛，引发你的一个挫折情景会让你这个攻击，但是这个情景呢，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解读。有人把它认为是挫折，是敌意的，但有人把它认为是中性的，对我来说丝毫不会引发我的内心的波动。那是为什么呢？道奇就认为取决于你对这个社会线索的什么信息加工，或者叫做解释，你把它不解释成一种威胁，一种挫折。就比如说，有人在人群中多看了一眼，对于有些人是爱情故事的传奇，对有些人就是一顿互殴的开头，是不是？你瞅啥？瞅你咋地？那个再瞅一个试试，试试就试试，然后2个人就打起来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件事情对有些人其实就不是个事儿，但是有些人就真的就是动的就你死我活的打起来，就是因为信息加工的过程在哪一块出了问题。他认为有这么5个过程：线索编码、线索解释、反应搜索、反应评估决策，还有反应执行。你先把这5步的关键词给记住，你要知道每一步在干嘛。线索编码，编码是在干嘛？在识别，我在收集信息，在识别信息。我要看看，我倒要看看是谁瞪的我，男的、女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对吧？那个眼神是什么样的眼神？这是编码。那都交给线索解释。好，我一看一个彪形大汉，满脸横肉，对吧？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我把它解释为你这是在挑衅我呢，对不对？你这是充满了敌意，我把它解释为是有敌意的。好，那反应搜索，既然你给我有敌意，我当然不会搜索出来好的啊，我也不可能是笑脸相迎的这个反应。那我搜索，就比如说有些孩子看了很多暴力电视，喜羊羊和灰太狼、熊出没太暴力了，想的就是整天打打杀杀的我把它捆起来，我煮了你，我把你用电锯锯死，是不是？这个反应搜索就有了。我跟我个人经验有关系我开始想我要揍你，对吧？你挑衅我，我揍你。然后呢，或者我骂你，或者是什么，我画个圈圈在心里诅咒你，这都是一堆的针对于有人攻击你的，你做什么样的反应？那么在这几个反应里边，我要评估，要选择一个 the best 最优决策。我一看，我打你，我打不过你，有可能被你反杀；我骂你，我也不敢骂有可能就是你一拳就把我揍晕了。那怎么办？我只有画个圈圈诅咒你了，是不是？我假装不接招我在内心画个圈圈诅咒你，于是我把这种行为执行出来心里各种诅骂你，问候你全家反应执行，是不是？就是这么简单的5步，从一个眼神就是确定完眼神之后，你的内心的这种活动分了5步，是不是？就很简单，但是呢，它确实非常完整的把一个人内心的七七八八给你展现出来所以他认为这个里边的个人经验会影响你的各个阶段的加工，对吧？就有些人他压根儿就不会储存那么暴力的东西，他就是一个 P3 的 love 的人。那么你就比如说你有的人就挑衅到他脸上去了，这个人也很神经大条，他也不把它解释成敌意，对不对？那么这样的人就不会轻易的有事情。那有很多那个混社会的大哥对吧？你别说
瞪我了，你无意中多看了我一眼，我都得揍你一顿，是不是？他个人经验里边，这个世界就是暴力的，不服就干，生死看淡，是不是？好，这是道奇的信息加工理论。我告诉大家，这个里边312考过一个30分的综合题啊，大家自己可以找一下真题看一看，就是这道题要求你把这5步写出来，要结合材料去分析。所以这一块呢，有的理论你看着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理论，但是它照考不误。好，那接着往下看侵犯行为的发展，这个里边主要看看黄字，就是到4岁的时候，身体攻击达到顶点，那后面改成什么？改成语言了。大家文明人啊，能不动手的尽量不动手，能动嘴的就动嘴，对吧？就比如说2个人吵架，吵了一上午呢，还没打起来呢，是不是？好，因为我们知道打架还是比较野蛮的啊。那再接着，整体有个性别的差异，就是男孩要比女孩有更多的身体侵犯和语言侵犯。哎，看起来他的侵犯整体要比女孩多。那么有3个方面的解释，生物学那就牵扯到你的男女本质的差别，叫多早广雄，感觉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啥叫多早广雄？多就是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比女性的侵犯行为多。早呢，很小的时候，2岁的时候就表现出来这种差异了。广呢是非常广泛，动物身上也是如此。雄呢是它跟雄性激素有关系。哎，如果一个女孩子特别汉子、特别爷们儿的话，她身上的雄性激素比较多哈，她也长了满脸的胡子，说话哇哇哇的，这种人也攻击性比较强。好，那接着往下，社会学观点。啥是社会学观点？就是尤其是和父母的互动，对吧？父母起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啊，因为父母你生下来男孩和女孩，你会区别的养育。女孩子你想让她温柔一点，男孩子就要出去要阳刚啊，你不能怂啊，对吧？会鼓励男孩子出去用拳头解决事情。好，那相互作用论呢，很明显它就来调和了，就是你先后天的相互作用的，对不对？先后天的相互作用的。好，那这个里边可能有同学就会说了，哎，你说男生比女生的攻击多，那是你没看过《甄嬛传》啊，那个打胎小分队，那个勾心斗角，有人在谈笑间就把另外一个人置于死地了，是不是？是因为你没有考虑到关系攻击，考虑到关系攻击那个勾心斗角的话，女生的攻击性也不少，是不是？从这个角度上理解也是这个样子的啊。但是整体来说，那些比较外显的动拳头的、张嘴骂人的，还是男性会多一些。好，那什么会影响啊？简单的看就行了。哎，社会因素就文化亚文化，你就比比斯巴达文化，你就知道了啊。斯巴达文化和雅典文化的对比，家庭情绪氛围啊，这个家庭比较斯巴达的话啊，也是比较多的侵犯行为。大众传播媒体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电影电视要分级啊，小朋友不要看那些黄暴的，很容易学会啊，很容易学会。你现在看个《熊出没》。看个《喜羊羊灰太狼》，有的小孩子就把另外一个小孩子绑在树上，给用火烤了。所以说，这种小孩子模仿能力还是很强的。侵犯行为的控制有这4条，看起来像大白话，但是稍微记一下。还有可能它会结合，比如说社会心理学，啊，让你解释一下为什么侵犯越来越多了，然后接着顺嘴问一句：那你针对于这种情况如何控制它？那么这4条你就可以搬出来了。消除对他的奖赏和关注，这是什么？你不要强化它，斯金纳的强化，榜样和认知行为训练，这是啥呀？观察学习，移情训练，换位思考，对不对？哎，你要让小孩子换位思考。那个受人欺负的、就挨打的孩子，他很难受的。你要知道这种难受的感觉的话，你也不会主动的去欺负别人。那创造减少冲突的环境，这是什么？挫折侵犯理论，不要让孩子没事老受挫，对吧？多鼓励他，多表扬他。好，那亲社会反过来了，我做好事儿，我对他人和社会有利的行为及趋势，对不对？我做好事儿啊，那这个时候小朋友看起来很早的时候就会产生一些助人啊或者亲人的行为，那我们怎么解释它？这些理论啊要比那个侵犯理论小一些，你会发现一个 PPT 就盛下它了啊。先来看社会生物理论，它还是从进化的角度上。从进化的角度上，为了保证种族的最大可能的生存，那就是个体要族内适宜性。为了族内适宜性，牺牲个体。你就看那些蜜蜂、蚂蚁，它们为了集体的生存，会义无反顾的、自动化的有这么个程序牺牲自己。那工蜂为了保父母蜂啊，就直接就是自杀式袭击。
好，弗洛伊德关键词是什么？认同什么？父母，是吧？他认同父母的规则，把父母的规则变成什么？超我。没有认同的话，他不会内化父母的规则的。那社会学习理论又来了，班杜拉。是不是啊？班杜拉又有一些强化的东西，所以他们会重复得到强化的，避免受到惩罚的。怎么重复得到强化的？就比如说看到了这个榜样做好事，小明扶老奶奶，对吧？扶摔倒的老奶奶受到了表扬，那我也学啊，我也学。如果说扶老奶奶的话倾家荡产，那我才不学呢，是不是？好，那认知发展理论，他认为认知技能。就是你如何助人的这种技能，让孩子发展起来，让孩子更深刻的领会到了我为什么要帮助别人，为什么要帮助别人？你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帮助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帮助别人确实是自己受到了损失，是不是？短暂的情况下看自己得到损失，但是我们为了长远的利益，归根结底都是什么？我为人人是为了人人为我。当孩子理解了这方面的含义的话，他就会助人了，就会亲社会了，是不是？你让很小的孩子，你让他把你的玩具分享给其他小朋友吧，绝对不可能。小朋友真是心口如一，说没门儿，不会啊，绝对不。那为什么他长大了之后开始忍痛割爱了呢？他知道如果我不分享的话，其他小朋友也不给我玩他的玩具，是不是？我也受损，所以说这个时候会忍痛割爱。好，那亲社会行为的发展这块标黄了，就是在小学的时候它有明显的增加。那这个时候你到小学，你的同伴的关系就会互动的更加的亲密，对同伴更加的依赖。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知道，我要去助人，也要为了别人助我。好，那接着往下看亲社会行为的训练，简单看一下啊，也是很好理解。角色扮演，为了习得更多的这个助人的技巧，有的时候我们想去帮助别人，但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那就是通过角色扮演。好，那行为强化和自我概念，这很明显，这是一个什么？一个也可以理解成直接的强化，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榜样示范的替代强化啊。那我们这一块因为有榜样示范了，我们把它当做一个直接的强化。那就比如说这个帮助完别人之后，赶紧去夸奖他，告诉他你是个好孩子，对吧？建立一个这样的自我概念，给他戴一个高帽子。那下次他为了保住自己好孩子的称号，还会去助人的。榜样示范观察学习，良好的社会氛围少竞争，多合作。好那带到了第3个比较重要的概念，就是社会角色，就是性别角色社会化。性别角色社会化这一块呢，有4个非常相似的概念，尤其是性别认同和性别角色认同，我们要做一下区分。性别认同的是认同的什么东西生物学属性上属男属女，那你长着哪个性别的生殖器官，你就属于哪个性别的种类，对不对？这是生理上。那社会角色认同它是你在社会上你想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就是你喜欢的人设，你要给自己立一个。你可以性别认同，你知道你是个男孩，但你完全可以性别角色我认同，我想做个女的一个女性的灵魂住错了身体罢了，就像金星一样，她本来她变性之前她知道自己是男孩，那青春期她很排斥，对吧？我想做一个女人，那就做一个变性手术，对吧？她的性别角色认同是非常明确的女性。好，这是这2个的区别。那性别认同呢，它也不是说从一开始这小朋友懂事我就马上知道我是男孩女孩，不是，它是经历一个发展的。我们再看这个，经历了3个阶段的发展。首先是基本的性别认同，3岁的时候大概能够正确说清楚自己和别人的性别了，不会瞎说了，对吧？你问他男孩女孩我知道我是个女孩。那性别稳定和性别恒定它是不一样的，先稳定，4、5岁获得。这个怎么是稳定的？就是你问他是男孩女孩，他说我是女孩。他说但是我明天我就要当男孩了。他现在能够认清楚但是他认为他长大之后他可以随意变，那就不稳定。你知道你现在是女孩，你长大之后还是女孩。那性别恒常是啥？比如说给一个男孩，我稳定了，我知道我长大是男孩，但是你给他抹个口红，穿个裙子，扎个辫子，他立马觉得我现在变成女孩了，我化身美少女了，是不是？这就是不恒定。你哪怕给他穿裙子，他依然很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男孩
啊，这就是才获得了性别的恒常性。到了幼儿的晚期，最后1年才能大概获得，是不是啊？所以它是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现在有很多的妈妈，哎呀，真的很喜欢把自己的男宝宝打扮的像小公主一样啊，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那这样其实是影响她的性别正常的这个角色认同的。好，那再往下看啊，性别角色标准。啥叫性别角色标准？那讲了一大堆，其实就是你这个社会公认为男生的行为标准，女生的行为标准。就比如说我们比较传统的认为，男子汉要顶天立地啊，要主外；那女孩子要温柔似水啊，叫温柔体贴，要主内。这是传统社会给不同的性别的一些标准。哎，但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的性别角色标准越来越这个多元化了，对吧？没有那么刻板了。好，那性别角色认同，刚才已经说了，是你在心理上你认同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它是对男子特点和女子特点的知觉和信念。你把一个东西当作信念的话，你当然是认同它的，对吧？有很多这个性别角色认同出了问题的，我这个是个男孩，但是我就认为我就是个女性啊，我是个女孩，我就认为我就是个男性。是吧？有的做变性手术，有的直接就是自己这个身体的身份的互换罢了。那个角色呢？角色是你在社会上扮演的一种人设，对不对？你想扮演什么就可以扮演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在学弗洛伊德的，这个性器期的时候就说了，那个时候是儿童获得性别角色认同的一个重要的时期。如果他没有认同自己的同性的父母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问题啊，很容易出现问题。好，那性别角色偏爱，你认同了哪个角色的话，你就特别喜欢这个角色相关的东西，是不是？尤其是最初表现在哪里啊？表现在对玩具的偏爱上。尤其越小的孩子，他的这个角色的认同体现出来的偏爱或者角色标准特别的刻板。那小男孩就觉得我一定得玩枪玩炮，那娃娃是小女孩玩的，我要玩娃娃我会被别人瞧不起的，是不是啊？特别的刻板。我记得那个《爸爸去哪儿》有一个这样的镜头，就 Jasper 和哼他2个人第一次见面。那 Jasper 背了一个粉色的小包包，那哼赶紧指着跟 Jasper 说：“你怎么背小女孩的包？”Jasper 就特别的不好意思，脸都红了，是不是？他们那个年龄阶段正好就是比较刻板性的，就觉得男孩就应该穿黑穿灰，不能穿红，不能穿粉。殊不知再长大几年现在的这个男的，尤其是中年男性对那个骚粉色的偏爱是不是骚粉色穿一身。好，那这个时候其实就说明了，你越长大，尤其这个社会对性别的这种认同会越多元。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我们为什么会产生性别的差别那社会生物学的理论就认为，就是因为激素荷尔蒙的原因。现在已经不这样看了，对不对？就是你心理上如果坚定的是男性或者女性，哪怕给你打这个别的性别的激素就比如说给你一个男孩打雌性激素，他长大很多的表现像女孩，但是他的心里依然很坚定的是个男孩。有这样的例子，造成人间的悲剧我就把你当女孩养，还给你打雌性激素，但长大了之后，他的性别有很强的混乱感好，那这个精神分析呢又来了，同性父母的认同，对不对？社会学习，那我就可以观察学习，观察同性父母的这个模式然后直接训练他。认知理论依赖于认知的发展，我认知发展的水平越高我越知道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他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行为的标准。那伯母这个人，他对气质，对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研究的比较多。他有一个理论，现在特别适用，就是人可以同时兼具双性化气质。双性化气质不是说不男不女，而是说可男可女，可盐可甜。我说他认为男子气和女子气是2个独立的维度，男子气，好的男子气叫独立有担当。好的女子气是什么？是体贴善解人意。那么坏的男子气是什么？直男癌。坏的女子气公主病，病娇，对不对？好，那如果说我们都在这个好的象限上，一个女孩子又 A 又飒但是又比较的这个温柔体贴这种的就是可攻，对吧？可遇。
然后对男生来说，他又这个 man， 但是又 man 的同时啊又比较暖心，我们说大暖男，这种的都是最受欢迎的气质。这就是你把男子气和女子气的优点集于一身，这是最好的，可甜可盐，对不对？好，那我接着往下看啊，同伴关系的作用，大概了解一下，对不对？哎，你敢信这个曾经出过一个简答题啊？说出来敢信吗？出过，你看都是大白话。其实怎么说呢？这个东西既然出过简答题，绝对不会再出了。你简单看一下，爱和归属啊，和这个情感支持，其实说的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在同伴中才能得到爱和归属、情感支持，学习他人反应的机会，参考他人的信息渠道和参考框架啊，这两个可以放在一起，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再加上一个，如果说你同伴关系不良，将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适应困难，对不对？我们人际关系一出了问题的话，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啊！你越长大越会感受到这一点，所以说起码不要让你的周围直接接触的人，哪怕你不喜欢他也好，也不要把他变成你的敌人。好，那接着往下啊，同伴关系的发展啊，简单看一下，婴儿期就是比如客体为中心啊，像这个社交指向行为啊等等啊，前面说过。那3岁开始非常偏爱同性同伴。主要是幼儿期要和自己的同性同伴玩，那儿童友谊啊，非常的塑料，对不对啊？就是你给我离得近，你家里有好玩的，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就跟你玩，逢场作戏。游戏结束了，大家又回到原来的状态里头去了。我小的时候，谁家里有小霸王学习机啊，那绝对就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孩子王，一堆人这个围着他啊，围着他。这就是什么？你有好玩的玩具，你又离得比我近，跟我很近，那我就跟你玩。所以非常的塑料。好，那这个社会技能的训练自己看啊，我不再说了，都是大白话。像这种的，它不是理论性的东西，大家自己看一下。好，同伴关系这块有一些小的知识点，就是我们怎样去研究测量啊这个幼儿期的同伴关系，很简单，有2个方法：同伴提评。你问他，在这个班里你最喜欢和谁玩啊？你最不喜欢和谁玩啊？对不对？或者我们大学的时候也玩过一个游戏，就是说也是同伴提名法啊。如果流落到一个荒岛，你最想和谁一起去？如果你生病了，你认为谁最可能照顾你？你缺钱了，你最有可能向谁借啊？就是同伴提名。同伴评定是什么？直接就问你，那你喜不喜欢和某个同学玩？有多喜欢，自己评价一下，打一个分数，对吧？通过同伴提名，我们可以分成5种类型的孩子，其实非常好去理解。受同伴欢迎的正向提名多，一问到你喜欢和谁玩，大家都提到他的名字啊，受欢迎的。受拒斥的就是你最不想和谁玩，那他的名字就比较多，负向提名比较多。矛盾型的就是正向提名和负向提名都很多，就说可能这个孩子比较个性，喜欢他的人很喜欢，讨厌他的人很讨厌。好，那被忽视的儿童就比较惨，正向提名和负向提名都很少，大家仿佛忘了他，把他遗忘了一样，没有存在感。一般的儿童就是都不怎么多，但是也有啊。一般的儿童，看看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在小学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第5章的所有的内容啊。幼儿他是从3岁到6、7岁，在上小学前的这个时期，所以他们玩游戏，他们发展口语。那认知是前运算阶段具体形象性，那这个道德的发展，皮亚杰的3个阶段，社会性的发展，侵犯，还有利他，还有下面的一些小的理论解释。性别角色化4个比较相似的概念，要把它区分开来。这是这一章的主要内容。好，我们先休息一下。